Hello，大家好，我是一心，今天继续讲我的参军故事啊。上回是说到我们中队回来了一批援疆牌，里面有一个我大概率会记一辈子的人，就是凯班儿。这里我想展开一下，忘不掉倒不是因为对他还留有感情，就是如果一个人你发自真心的爱过或者说恨过，你都会很难将他从脑海中移除的。大概真挚的爱恨就是会融入进血肉的，然后成为我们自我叙事的一部分。怎么说呢？时间不会抹除一个人的过去，但是时间会给我们每个人成长的机会。我这次开篇提到他呢，就是因为不久前，真的就在不久前，他发了一条水滴筹的动态，而且那个求助的人我正好也有些面熟，所以说我就给他发了消息，结果到了最后我们也一共只聊了5句话，其中1句他还隔了一整天再回复我，但这个微小的互动却足以勾起我特别多的回忆。即便在此之前，我们真的已经有9年都没有联系过了。对于我来说，当兵确实是有些苦跟累的，2年的光景，对我来说是大片大片的灰暗的日子，当然也是夹杂着一些闪闪发光的小日子。但是喜欢凯班那段时间呢，我是实打实的是自己给自己每天上了色的，就是即便那会儿又苦又累，我都是那种满怀期待的等着明天。就爱情的奇妙之处就在这里了。遗憾的是，当我确认自己的感情的时候，就是确认自己喜欢他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快要退伍了，就是跟一见钟情白月光那会儿不同，就是我喜欢他的过程是比较曲折的，就像我之前也说过，我一开始见到他的时候还是有点讨厌他的，但是好在我确认过自己的感情之后，我这次选择的是毫无遮掩的去对他好，毕竟可以借着战友的身份去光明正大的对他好嘛，就是很奇妙的，就是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发自真心的喜欢的时候，哪怕只是释放自己的爱意，都会获得莫大的满足。这里就不说了，再说就停不下来了。就是这个罪孽深重的男人，是我军旅生涯后半部分的主角。我这里说这么多，完全就是因为他之前聊天的时候那3个字，挺好的，就这3个字。真的想想9年过去了，9年足够让很多的回忆沉淀，沉淀到再也挖不出来。我现在也完全记不起来他的爱好，他的生日，却唯独还记得是当时写完他时的那种感觉。真的，往往只有自己的感觉会被镌刻很久。所以说，现在我也是，既然无法判断一个人是否会离开，那就永远对自己真诚。但是现在真的已经很难再有那种爱的死去活来那种感觉了。今天我要说的是我那大片灰暗日子里的一些闪光啊，当然是我这辈子的唯一一次看到这么多的帅哥从我面前走过，这个日子就十分的珍贵，所以说我要单独拿出来说一下。今天我是要讲2015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当兵1年以来第一次外出执行任务。2015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就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今年是80周年嘛，正好是10年前。然后当时15年6月份的时候宣布要举行阅兵仪式，今年好像也是6月份宣布的吧，但是我当时是很吃惊的，因为印象中只有我们周年国庆的时候才会举行阅兵式嘛，而且然后吃惊之余，我更多的是妄想自己会不会有机会能参与其中，毕竟就在北京嘛，离自己这么近，但是很快就没有这么想了，因为觉得这种事情肯定是轮不到我的，毕竟我当时只是一个入伍还不到1年的一个小义务兵。但是事后我真的是在方阵里看到有义务兵的军衔的，所以说当时还是真的是又失落又羡慕，就是在任何一个平台上，人与人之间都是有差距的。但是怎么说呢，也是上天眷顾，真的就是让我以另一种方式、另一种形式参与到了这次盛大的活动当中去。这里就先讲一下事情的经过当时是8月初一个周五的晚上，一般我们周五的晚上是要看电影的，但是我却被叫去队部出公差了，就是跟我一起还有阿才，我当时是非常失望的，因为部队每周1次的电影算是我当时最大的指望之一。就是你在北京当兵，说好也好，说不好也不好，就是你说好的话是因为真的会长见识，你说不好的话真的就挑一点，坏处就挑一点，那就是腻歪就是破事多，动不动就有领导来视察，领导一来就是各种看不到看得到的细节都要抠，搞卫生倒是其次，主要是抠每个人的生活细节，确保步调要一致嘛。我就是因为藏书被抓到很多次，因为我们周末的娱乐活动那个时候还不能用手机就是我们周末的娱乐活动要么就是打球，要么就是打扑克。
我又不喜欢这两样，所以说我就只能看书，图书室又不开放，周末的时候库房也不打开，所以说我就只能是藏书。怎么说呢？就藏到自己的物品盒里，藏到自己的床头柜里。平时是没什么事儿的，建委班长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领导来了就不一样的，领导来了就要求严格的一致，因为每次检查卫生，我的书就要入库嘛，所以说班长就去找指导员拿库房钥匙，然后他每次添了麻烦就会来屌我，但是即便挨屌，我还是要藏书，因为你自己的生活越是单调，就越是渴望摄入一些文字跟电影画面。我大学4年看的课外书都不如在部队2年看的多，真就很离谱。而且即便到了现在，我还是每周会去看一部电影，这都是托了部队的福。所以这种生活下剥夺我看电影的权利，简直比让我测个5公里还要难受。阿才也在抱怨说，干啥不能等到看电影之后啊？然后悄咪咪的说，但愿今天电影是个烂片。他是真的会把那种心里想的事情说出口的那种人，但是也是真的，没有人愿意会在休息娱乐的时间被叫去出公差的。然后我们俩就到了队部嘛，指导员就笑嘻嘻的看着我们俩，说把桌上的表格全都写完，今天晚上就要写完。然后我看文书跟通讯员都已经在那边奋笔疾书了，然后就来到桌前一看，是我们中队成员的政审表格，再仔细一看，是93阅兵安保任务的政审。我当时真的在心里就喊了一声卧槽，然后也是惊喜，被叫来出公差那种恼火全都尽数消散了。阿才则是直接问指导员我们要做什么任务，指导员在那边笑嘻的说不告诉你，然后说等着跟别人吹牛逼吧。谢谢指导员，真的已经开始在吹了。然后他指导员继续说，我们过2天就要回到市区去做准备啊。真的听到能回到北京了，我真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我们这个时候在山里已经待了快半年的时间了，山里真的是又苦又累，然后简直要了亲命了。我想回到市区的话，应该能轻松一些吧。而且我看指导员其实也蛮高兴的，感觉这次任务确实是非比寻常。我没想过连官兵都需要再次政审，而且这还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任务。当时我写那个政审表格一直写到凌晨，但是因为激动加上情绪高昂，我是一点困意都没有的。然后我回到班里，班里的战友全都睡着了。我当时真的是想把他们全都叫起来，然后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真的非常夸张。只有监委班长听到我回班里的动静之后醒过来了，然后就抓紧催我去洗漱睡觉。然后我就悄悄地跟监委班长说，我们要去参加那个阅兵安保任务了，怎么样。然后监委班长说他大概猜到了，但是没想到居然成真了，然后让我明天早上起来告诉班里战友这个好消息。然后就还是继续催我去洗漱睡觉。我洗漱完之后躺在床上还是久久不能入睡，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睡着的。然后第2天一早那个起床号还是把我叫起来了，即便我非常困，但是我还是起来了，跟旁边的战友说我们要去参加那个阅兵安保任务了，我昨天晚上把你们的政审表格全都写完了。然后我一说完，他们也是非常高兴嘛，然后整个班里全都是那种非常激动的气氛。而且更令人激动的是，我们那天上午的训练也取消了，而是改成了收整卫生。我是睡了一上午，就是往常的话，每周6的上午是我们一周最累的时间段。首先就是体能测试，测试那个武装5公里，测试完了就是榨干体能，比如什么蛙跳800米之类的。现在想想那个科目还是腿会发抖，因为当时跳到一半的时候，我觉得我都要跳进3渡川里去了。当时队长跟我们说，榨干体能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休息，让休息更爽。好吧，反正随他说吧，反正我们是没有什么任何选择的余地的。结果就是这样一个突然轻松的周6，我们都觉得好像得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恩惠一样。可能这就是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吧。然后后来我们得知这次的安保任务，我们几乎整个支队都要参与嘛。反而我之前所在的6中队，因为要在军训大院执勤，不能参加此次任务。真的是要感谢自己的每一次决策。然后其他的各个中队就会分配到北京的各个区域站岗执勤嘛。结果只有我们特勤中队被分配到了核心区。我当时还以为核心区就是在长安街的周边站岗执勤，真的是没有想到我们的任务区域就是在天安门正对面的观礼台上，意味着我们会有这次阅兵的第一视角。我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都真的差点要感谢神明了，因为真的是觉得自己无比的幸运。因为喜欢一个人参了军，改变了人生轨迹，又能在这条轨迹上看到难得一遇的风景。所以说果真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真的，我看阅兵的录像都会浑身发麻，真的不敢想象在现场看会有多么的震撼。事实上这次也的确给了我
前所未有的人生体验。我在日记本中足足写了15页，用来记录当时的盛况，是真的激动到不行了。接下来的2周，我们的训练量就少了很多，因为要避免因伤减员嘛。因为我们训练每个月都会有人受伤，队长也希望我们尽可能多的人去参加此次任务。但是我没那么好运啊，就是别人越轻松的时候，就是我更累的时候。就是建委班长给我安排了很多不会受伤但是很要命的科目，大家可以看看我8月14号的这个日记，真的是命好苦。我说过，建委班长给我开这种小灶不是1次2次，而且每次都是那种怎么说呢，炸的一滴都不剩那种感觉，筷子都拿不住。有时候有一次我甚至是那种累到免疫系统都罢工了，然后病毒感染到住院的程度。然后那次生病之后住完院回来，我的班长就从建委班长变成了凯班了。当然这不是建委班长的错啊，也是因为他要休假，然后休假结束之后要准备提干考试，所以说就不当班长了。这个后面再说。总之我也是有惊无险的度过了在山里的最后几天。我们是8月19号回到了海淀区的营房，上次见到这个海淀区的营房还是半年之前。然后我们要从山里的20人间住回到8人间，所以说又重新分了班，但是几乎人员没怎么变动啊。我的班长还是建委班长，然后大黑刘威班长住在我的旁边。之前说过他是我们班班副，建委班长经常让大黑班长管理班级，自己去夺揽，我是很高兴的，因为大黑班长对我特别的好。但是当时送我生日贺卡的小雨就是有点失望，因为他当时是在5阳班里嘛，跟我们一个屋，但是现在5阳的班就离我们有些远了。因为小雨他喜欢黏着我，喜欢听我给他讲动漫啊，他也喜欢给我讲故事，或者说找我吐槽。他像是把我当做哥哥，怎么说呢，我也的确大他几岁，主要他是那种不争不抢的性格，乖的要命，然后我就看不得这种玩受委屈，所以说也总想护着他，就跟大黑班长喜欢罩着我一样。怎么说的，跟三角恋一样。其实小雨的存在也是坚定我留在特勤的原因之一，因为我当时也是特别需要有人来需要我。怎么说呢，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分班是让他有点不开心的，就是我就安慰他说在哪儿都一样，反正我们在市区的时间也不长。因为我们当时真的在市区过完年，我们又回到山里去了，然后我们又住在一个屋了。所以说几乎没什么影响。我觉得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蛮有意思的。接着我们就开始着手准备任务，准备服装这些啊，但是主要还是强调纪律。因为8月23号就有一次预演，我们预演也需要到场，然后需要熟悉任务。当时预演是定在清晨，我们22号晚上就出发前往天安门了。出发前我们配发了一些单边干粮跟水，带了雨衣跟马扎，从支队坐大巴到天安门。北京的晚上是很堵的，10几公里的路程，我记得坐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但是我一点都不烦躁，因为我想多看看北京的街道。然后到了长安街之后，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了天安门跟人民大会堂。主要是比较惨的是，我20号、21号连续排到了夜哨，真的是连续2天都没有休息好。但是困还是不可能困的。到了任务区域之后，我们就开始巡逻嘛，巡逻。我们几乎翻遍了观礼台周边的每一个角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如军犬巡逻的效率高啊。但是当时的军犬不是我们的犬，人也不是我们的人，好像是别的单位的排列班。真的比较可惜，我们的利特不能来参加此次任务。利特是凯班的犬，跟着凯班的，但是即便不跟着凯班，利特也是我最喜欢的犬，那非常的帅气跟利索。巡逻结束之后，我们就被安排在观礼台坐着分配区域，然后我被分配到了观礼台一侧紧挨着军乐团的位置，正对着天安门，我们班全都在这儿。建委班长也很开心，因为这里的视角是最好的嘛。分配完之后，我们就安排坐在观礼台待命。我觉得坐了有1个多小时吧，真的是会有点无聊，因为我们什么都做不了，还要正襟危坐在那边。我问建委班长几点了，因为只有建委班长带着对讲机嘛，就是他也不耐烦的说他也不知道，因为对讲机上没有。因为任务需要我们当时穿的是西服，而且任务区域里面我们1张纸都不能带，更不要说那种手表、相机之类的物件。然后不知道做了多久，然后我们突然接到了集合的信号，原来是队长去给中队申请拍照留念了。我觉得队长他可能应该也是想留个记录吧，毕竟我当时一个非常讨厌拍照的人，都想在这个时候留个痕迹。
也就是下面这一张了，拍的是非常的差，却是当时唯一留下的记录，所以说还是弥足珍贵的。拍完照之后，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嘛，接着我们就在地铁通道待命了。这个时候地铁已经停运了，没什么人，我就估计着应该是在晚上11点左右。然后我们终于不用再绷着身子在那边坐着了。这个时候我就听到了天安门城楼上面在试音嘛，然后听到那种说的1、2、3、4城楼试音，城楼试音，一直在重复这句话，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应该声音特别大而且清晰。我感觉整个紫禁城，甚至可能半个北京应该都能听到这个声音。当时跟着我们一个宣传科的干事说，这套正点音响大概价值3000万，我们听到的每一个音都是花花的钱。试音预演的效果都非常完美，预演时的试音员朗读的是当年习主席的新年贺词，然后我们当时都听得非常清楚。但是非常不幸的是，正式阅兵的现场这套音响是出了问题的，也是整场阅兵最大的问题，这个我待会儿会说。试音结束之后，周围就安静的出奇了，有的战友在打瞌睡了，但是又不能真的睡着，所以说还是非常痛苦的。我是毫无困意，但无聊是真的无聊，毕竟距离预演还有几个小时嘛。我就把我们发的那个单兵干粮掏出来看包装上面的字，这是我们第一次发那个单兵干粮啊，就是我也很好奇，就是那种超级硬的压缩饼干，但是营养非常的全面，什么脂肪啊、维生素啊之类的应有尽有，当然热量也非常的惊人，说是一块就可以顶1天。然后我拿出这个干粮的动作被监委班长看到了，他就骂了我一顿，说还没有下令可以吃东西。我说我没吃。然后这个动静一过去，我发现周围别的班的战友都开始拆包装了，开始吃了。然后我又看着监委班长，然后监委班长又说：“你就是始作俑者，一个人带坏一片。”我觉得我当时真的是比窦娥还冤啊！但是我也没有放在心上，我的心态反而更像是学校郊游的那种心态。我觉得身边大部分的战友应该也是，而监委班长就更像是在对待任务一样，反复的强调现在是在任务当中。我却不以为意啊，就是总还想着我总比那些打瞌睡的战友好吧？哎，怎么说呢？就还是管教的少了。我就是在百无聊赖中度过了这一晚上啊。然后天刚刚泛白的时候，我们就被通知要去观礼台就座，说马上有观众入场。就是竟然预演还有观众啊！就是我知道正式阅兵的时候，观礼台会坐满很多重量级的人物，但是没想到预演也是有观众的。因为预演和正式典礼的流程相差无几，只是预演要尽早结束，避免影响交通嘛，毕竟要封路。我这里就穿插着说，当时预演我们在观礼台坐好之后，那些人就开始陆陆续续的进场，感觉是一起来的，但是穿着都非常的随意，感觉与其说他们是来看阅兵的，更像是来看演唱会的。就是我能想到他们一定是严格筛选出来的，但是我当时就是有一股莫名的不爽。就是因为总是想着这样的盛况应该不能给这些散漫的人去看，当然也不是全部了，而且8月从下旬开始就一直断断续续的下着小雨，预演当天也在下，就是被雨水打湿之后还是有些冷的。但是我想的是，这下的雨为什么不能让这些人闭嘴？因为真的很吵，我们就接到命令要维持秩序嘛。好在这些人还算听劝，就是稍加劝阻，他们就安静了。我旁边坐了一位大爷。然后问我是不是当兵的，我说是的，但还带着一点小骄傲，然后就被监委班长听到了。怎么说呢？监委班长，因为监委班长他就坐在我的前面，然后他听到之后又骂了我一顿，这是我第2次被骂，让我不要跟人说话，说我暴露身份。好吧，这个还是得认的。还好这个雨在正式阅兵的前一天停了啊，我还以为当时是人工消雨了，结果真的就只是天公作美，妙得很。而且正式阅兵的时候，现场就肃穆多了，因为来的都是各行业的翘楚，我能认识的几个感动中国的人物，还有我坐在我不远处的李云龙跟其他的艺术家，当然还有很多穿着军装的人，有一位就坐在我的身后，衣服上挂满了奖章，就是你能听到那些奖章在他们胸前碰撞的声音，那种怎么说呢，非常悦耳但又很厚重的那种声音。而且正式阅兵时，要说有什么不满的话，那就是记者，因为我是挨着3军军乐团坐的，而且也靠近过道，就是总有记者过来拍照，我们都要制止嘛。就是外国人的话，你只要打个手势，他们就会安分了。但是央视的记者是真的烦，就是劝阻他们不要到处走动的时候，还有人会掏出记者证跟你说啊，我是央视的，
就好像那个工作证就可以让他为所欲为一样。然后我提高了声音劝阻，还他妈冲我翻白眼，然后我真的就想一耳光给他扇过去，但是我没有啊。而且现场还有日本的记者，就是听到日语交流的声音，我是很吃惊的。他们难道不知道这次的阅兵主题吗？就是很奇怪。然后就是我到现在都没有明白为什么当时会出现这么大的音响问题。就是预演的时候，领导人都是由工作人员扮演的嘛，模拟出场顺序，模拟讲话环节，音响设备的音质都极其的完美，没有一丝的杂音，你能听到那种人民币流淌的声音，是真的。结果到了正式现场，一直到分列式开始，所有的声音都是断断续续的，忽高忽低。总书记的讲话我更是几乎全程都没有听清楚，周围的人都在议论纷纷，说什么这下负责人要下岗了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总书记宣布裁军30万的一个消息的时候，我们都是听到了的，周围的人都非常吃惊。这次裁军也就是接下来说的军改，而且这个音响问题还直接导致那个标兵没有听清楚标兵就位的那个口令，有了些许失误，但是他们又用那种完美的正步又重新赢得了掌声，真的是非常的精彩。但我真的当时是全程紧张到捏紧了脚趾头啊！我不知道主席身边那些外国政要能不能听出广场的音响出了问题。我觉得这种真的是会有些有损形象的，因为这个声音时有时无，我们周围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该鼓掌嘛，就只能看着对面的区域有没有人在鼓掌，因为我们觉得那个天安门城楼两侧的观礼台可能会听到一些声音，然后看到对面有人鼓掌了，我们再跟着鼓掌，所以说鼓掌从来都是不合拍的，就是很尴尬。我甚至会担心会不会出现放送事故，那些音响工程师会不会因为这个非常的自责，我真的会替别人难受的。还好这个最终问题解决了，在分列式开始没多久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个插曲也就到此结束。但是我觉得真的是有一个遗憾在里面的。好在最重头的分列式没有出现任何的意外，就是预演跟正式阅兵典礼2次观摩下来，我觉得我看上的帅哥可以组成一个加强连了。当然这不是重点，每次最先给人视觉冲击的都是国旗班嘛，国旗班的队列真的是没得挑的，整齐划一已经不足以形容了，就是都是1.8米的大高个儿，而且五官都极其的端正。我们后面还特地去参观了国旗班，这个就我以后面再为大家揭秘吧，这个现在已经不能给他们更多的篇幅了，因为已经很多了。分列式的行军真的是非常的精彩。首先是抗战老兵嘛，就是有些已经很老了，他们有的连敬礼的姿势都已经摆不出了，但还是在努力的做着敬礼的动作，看的人还是十分酸楚的。就是我有想过，或许我们在这样一个时间举办这样一场隆重的阅兵典礼，或许就是在给这些英雄举办一场盛大的告别，就是告诉他们新中国不会忘记，因为下一个10年，也就是现在，我不知道他们可能好多人都已经不在了。接下来的分列式我就很难去形容，我当时怎么说，一边被震撼到浑身发麻，一边又觉得有一些羞愧。羞愧是因为觉得跟方阵中的战友这么近又这么远，也不知道是否有人可以理解。但是震撼是实打实的震撼，就是每一个方阵过去，都能听到周围人的惊叹，那种人造几何的美，那种零延迟的步伐的共鸣声，感觉座位都在震颤，也让我一次又一次的从脚后跟一直麻到天灵盖。无论是预演还是正式典礼，我是永远看不够这种的分列式的。当然，除了那些外国的方阵，这次应该是有史以来我们第一次邀请外国的方阵参演，只能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外国的方阵登场时，我甚至还能听到一些零星的笑声。虽然觉得不太好，但我真的也开始有一些哈欠连天，因为正式典礼的前一天晚上，我们也是一晚上没有睡。而且因为预演的时候没有出差错，导致正式的典礼的时候神经是有些松弛的。然后被监委班长发现我在打哈欠之后，然后我在这次任务当中就是第3次挨骂，他让我提高警惕。怎么说呢？让我看看台下那些还在奋战的战友，就是能看到其他单位的那些排列工兵啊，还在下面来回走动，军权也是一刻的没平。惭愧才又让我重新打起了精神。怎么说呢？确实还是。然后监委班长骂我的动静被前面一个大叔听到了，然后他扭头问我是几中队的，几支队的，我摇摇头，示意不能说。这个大叔居然就开始自说自话，说你应该是北总1支队或者说7支队的吧？我还是没回话，但是心里想的是，我可是总参的，谁要在北总？
啊，结果我退伍后没多久，就是因为那个军改，我们支队的番号就被撤了，然后划归到了北总。当时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心里还是很不是滋味的，就是感觉自己被降咖了一样。而且这个大叔也是一刻都没停啊，就是武器装备展示的时候一直在解说，给我听爽了。预演的时候因为下雨，所有的武器装备都蒙着雨布，然后今天的话全部都一睹芳容，一睹尊容不能用芳容啊。可能因为我不是军迷，即便这些武器装备很炫酷，但我觉得远不如徒步方队来的震撼。只有看到东风系列的时候，眼前一亮。因为我虽然我不是军迷，但是我还是很喜欢那些威力巨大的、有破坏性的东西。能搭载核弹头的东风系列，对我来说真的也很难看了之后不迷糊。战斗机的轰鸣声也是震得我浑身发酥发麻的。怎么说呢？整场下来，我感觉整个人就是一个发麻的状态。最后就是那个放飞和平鸽的环节嘛，预演的时候没有这个环节，因为那个量太大了，而且还有放飞那个气球这个环节，整个天空密密麻麻的全是飞行物，然后那个羽毛就不停的从天上飘下来，有的人就在捡那个羽毛，应该也是想留个纪念吧，其实我也很想捡。真的是如今天下都不太平了，还是希望世界和平的。然后阅兵式结束时，我是失落了好一会儿的。某种意义上来说，应该也算是一种阶段反应吧。结束之后，我们现场每人领了一份盒饭，也确实是饿了。结果还没有吃2口就被叫回了，因为发现有一些已经变质了。其实当天也不热，而且我还想说我手里的那一份没有变质，但是无奈还是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被收回。然后回到营区之后，炊事班已经给我们煮了面条，然后用盆儿端着到了每一个班里。我觉得还不如那些盒饭卫生呢，但是依旧吃得很欢喜。然后我们在班里分食一空之后就睡了，后面连续3天全是自由活动，爽到不行。当然接下来还有更爽的，因为这次阅兵导致国庆节北京的出行人数激增啊，然后我们又被分到了北京天安门站岗执勤，然后一连7天。这次任务结束，后面就主要就是人物关系的故事了。当然还有一次魔鬼周值得大写特写，感兴趣的朋友就留个关注。我打算在 P2 剪辑出分列式的纯享版，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看一看。长视频制作真的很不容易啊，也请大家多多的一键3连。这一期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